婆婆说家人之间不需要隐私。新婚之夜，她带着我公公闯进来说要现场教学。婚后第二天，她让人来拆掉了我卧室的门，只因我洗澡超过了她规定的时间，她就要动手继续把浴室的门也拆了。这次我真受不了了，既然婆婆总把不需要隐私这句话挂在嘴上，那我就把你们的夫妻生活公布出去。哎，怎么你又急了？亲爱的朋友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，偶然翻开一本旧书，指尖触到泛黄的纸页，突然就想起某个午后，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书籍上，连灰尘都在光束里慢慢飘。那时的时光好像特别慢，慢到能把书中的每一句话都嚼出味道。欢迎来到时光书房，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林月宁，你洗澡已经12分钟了，超时了知道吗？婆婆的声音在浴室门外突然响起，下一秒就开始砰砰拍门。你多洗1分钟就要多用掉10升水，一下就多花掉2分钱。你当我儿子的钱是大风刮来的？听着我婆婆的精打细算，我加快了冲澡的速度，身上的泡沫一冲干净，我就立即把身旁的浴袍披到身上。浴袍的带子刚系上，浴室的门啪一下被打开，我婆婆拿着备用钥匙，一脸不耐烦地盯着我。谁让你锁门的？知不知道我找钥匙有多麻烦？我忍住一腔怒火，察觉到客厅的公公似有若无投过来的眼神，不自觉裹紧浴袍。妈，我在洗澡。我婆婆翻了个白眼，开始拿她所谓的家庭规定说事。我们家所有人洗澡时间不允许超过10分钟，如果要洗头可以延长5分钟，但前提是跟她提前预约。看我脸色难看，我婆婆又换了个态度。我也不是不让你洗澡，只是怕你洗太久缺氧晕倒了怎么办？这样吧，你继续洗，门就这么敞开着通通风。我洗澡，开着门，这对吗？男女有别总该知道吧？我公公还在客厅坐着呢。我这话刚说完，我公公就快步走了过来。你意思是我老头子还会偷看你洗澡呗？就你屁事多。然后我婆婆就来了经典的一句话，都是一家人，家人之间哪里需要隐私？这句话从我去年结婚第1天就听过了。当时新婚之夜，我跟我老公正准备在新窝里温存一下，这2公婆就突然闯了进来，还自带了一张凉席铺到床边的地上。我跟你爸怕你们俩小年轻不懂怎么行事，特地过来教教你们。我气得不轻，大吵一架后把他们撵了出去，顺带还反锁了房门。然后第2天起来就发现房门没了，明明是他们没有分寸感在先，还1个2个的摆脸色给我看。我们好心被雷劈，娶到这样的儿媳妇真是倒大霉。连我老公也劝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反正房门有没有都一样，咱们平时也不锁。说是这么说，每次要做点什么说点什么，他们俩就会突然出现在房门口。想到之前的事情，我心里的怒气翻了好几番，音量直接高了1倍。今天这扇门你们要是敢拆，明天我就跟陆石川离婚。我公公还想说话，我又一句对了回去。不想被骂老变态，就自己有点边界感，躲过我婆婆手里的备用钥匙。我锁上浴室门，换好衣服回到房间里，可我越看空荡荡的房间门越气。拿起手机，我想给我老公打电话催他回来，还没拨通，就听到客厅里我婆婆的哭声。儿子啊，都是你爸妈没用没出息，让你媳妇指着鼻子骂老变态也是我们活该，我们就不该舔着脸来住到你们家里。我老公加完班匆匆赶回来，前1秒还在热烈讨论电视情节的公婆一听到开门声，瞬间爆成一团开眼。老头子，我们还是收拾收拾回老家吧，这里人家不欢迎我们。当初为了给他们买房砸锅卖铁，现在老了没用了，
陆时川还没换好鞋，就被我婆婆拉着要找我讲清楚。我就这样坐在梳妆台前准备战斗，一回头，对上陆时川的眼睛，你爸妈要把浴室门拆了看我洗澡，你怎么说？陆时川显然愣住了，张了好几秒的嘴才说出话。爸妈，你们这也太过分了，话才不是他说的这样。我婆婆瞬间冲到我面前，怒瞪着我。林月宁，明明是你一直站着浴室不出来，怎么就变成了我们要看你洗澡了？我婆婆说完这句，干脆瘫到地上擦起眼泪。儿子养大了就是别人的了，有了老婆就不要爹妈了。我一声不吭，只关心陆时川的态度，而他沉默了一会，还是选择站在他爸妈那边。月宁，爸妈年纪大了不容易，你凡事多体谅他们一点，别总让我难做可以吗？入夜，陆时川在我身边坐了很久，一直埋着头。老婆，对不起，我知道是我爸妈不对，但他们毕竟是我爸妈，要是我帮你说话，他们心里会很难过的。我没睡着，但就是不想搭理陆时川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带着当袋准备出门，临行前，我婆婆还特地给我冷嘲热讽了一番，拿着我儿子的钱还不老实，打扮的花枝招展，想勾引谁呢？妈，我笑着看嗑瓜子的婆婆，你要是不会说话，可以把舌头送给有需要的人。身后的我婆婆骂骂咧咧，而我一身舒畅离开了家里，去到了相关机构办理工作室开业手续，陪同的还有我发小林玉。在填写手续的时候，我突然停笔。阿玉，我想把工作室负责人的名字先填你，万一我跟陆时川的婚姻有什么变动，也能保障工作室的财产安全。好，那就把你先绑定成工作室员工。办完手续，林玉试探般问我，你跟陆时川怎么了？还是说那对奇葩的公婆？看我莫回答，他就懂了。当初他能给你家门拆了，就该想到会影响你们的婚姻。我拍了拍林玉的肩膀，还没打算离呢。我想先赚点钱，另外买套房子，搬出去也可以。我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要开工作室的事情，就连这1年来我在家里的筹备工作，也被他们视作在家中游手好闲，所以我婆婆才会在翻到档的时候冲出来。你背着我儿子签了什么合约？不好好在家里准备生儿子，跑出去上班，你犯什么神经？生儿子？给谁生啊？我夺过档，你们不是喜欢拆我房门吗？那这辈子都别想抱孙子了。你说的这什么话？我婆婆伸手就要打我一巴掌，被我躲过后，啃玉米的公公抛下玉米上来按住我的双手。老婆子，打死这个小贱人！忍着一巴掌又一巴掌，我终于等回了陆时川。可他听我婆婆说完合同的事情后，竟然任由他妈又抽了我一巴掌，而后吞云吐雾。我不同意你出去抛头露面，我爸妈还需要人照顾，我挣的钱够你花了。当初我是怎么瞎了眼看上陆时川的？还是说以前的陆时川是怎么被他爸妈同化的？以前的陆时川不拒绝他爸妈的行为，但至少不理解。可现在，他还主动重复了一遍家人之间没有隐私这句话，然后抢走了我的手机。手机密码是他的生日。他解锁后开始翻阅我的微信，一边翻一边质问我，这个辉煌是谁？为什么你们还要互道晚安？你跟你闺蜜吐槽我很上瘾吗？连我上厕所时间也要成为你们聊天的资本。以后不许你跟林玉接触了。下载这么多游戏干嘛？谁允许你擅自添加游戏好友的？他看到我游戏好友里有人给我转了5200后，瞬间暴怒。林月宁，你到底背着我都干了些什么？这男的给你莫名其妙转5200，是你拼头吗？我这张脸是真的又气又疼。我不知道该先解释那个辉煌是我二舅，
还是解释那游戏好友转账是为了买我游戏里的装备？看着陌生的陆石川，我突然觉得一阵麻木，然后就是下定决心。陆石川，离婚吧。我以为陆石川会继续发疯，谁知道他直接跪到了我面前。月宁，你不能为了别的男人跟我离婚，我很爱你的。直到回房间里睡觉，我还是心里五味杂陈，半夜翻来覆去，睡了又醒。隐隐约约我听到有人小声交谈的声音，伴随着敲打一样的动静后，我睁眼看到我公公站在梯子上，而我婆婆手里拿着一台监控。你们干石磨？醒了就来帮忙。这种高科技的东西我弄不懂。我推醒身边熟睡的陆石川，你爸妈在我们房间装监控，你是死人吗？一句话不说。可陆石川却反推了我一把，这是我同意的，监控也是我在网上订购的。然后沉沉睡去。我沉默着坐起来，看他们两个死老头调整监控方向，一台对着房门口，一台对准了我们床铺的方向。做好这一切后，他们才心满意足地离去。听着我婆婆跟死老头说，真是大惊小怪，要那么多隐私有什么用？于是我划开了我的手机。作为一个电脑专业优秀毕业生，要查看手机上有没有被安装什么病毒或者隐藏软体很容易。我查了一会，还真发现了一个定位软体和监视病毒。疯了，这一家人都疯了。你们没有边界感，但属于我自己的隐私我必须要拿到。第二天，家族群里我最讨厌的陆石川他二姑转发了一条电子请柬，是他儿子下个月要跟长跑7年的女友举办婚礼。想了想，我在群里打了一串文字：二姑，新婚当日你要跟二姑丈进去教表弟行房事哦。我公公婆婆就是这么进来教我们的呢。石川他媳妇，你在发什么神经？有毛病吧？人家大喜的事情发这种话，脑抽了吗？陆石川，能不能管管你媳妇？我2句话把群里的亲戚们都整诈尸了，争先恐后发文字消息和语音条来谴责我的行为。他们每一句难听的话语里永远有一个词是重复的，那就是石川媳妇。我看着不断滚动的群消息，顶上也一直弹出陆石川来电、婆婆来电、二姑来电。随着活跃的群成员越来越多，我回复了第一条资讯：我叫林月宁，户口本上没有写着陆石川老婆几个字。我婆婆的贴心可是家族里出了名的，二姑你也得向我婆婆多学学。我跟我老公房里可没有门，就怕哪天出了什么事，我公公婆婆不知道。还有啊，我婆婆生怕我们俩在房间里单独出什么意外，特地装了2台监控呢。附图，对准我床头的监控探头，跟我预料的一模一样。原本集体针对我的讨伐，在我讲完这些和看到我空荡荡的门框时，戛然而止。最先领头的是刚进群的新娘子，发了个作呕的表情包，林月宁表嫂，你们家这样也太过分了，一点边界感都没有，你还觉得他们是疼你吗？我公公婆婆都这么说，连你表哥也让我体谅父母，我能怎么办呢？为了挑起更猛的战火，我跟他又说了一句，我婆婆说以前他们一大家子住一起就是这样的，说不定你进门之后也会有这样的待遇。讲完我要讲的话，我把手机收了起来，用电脑准备工作室开业的资料。听说群里为此闹得不可开交，那小姑娘也吵着闹着不结婚，甚至还闹到了我家里来。你们家到底想干石磨？人家说宁拆一座庙，不破一桩婚。要是因为你们这变态一家人害得我儿子结不了婚，咱们亲戚就别做了。我公公婆婆不会用手机，不知道群里发生了什么事情。面面相觑后，带人冲到了我屋里。我婆婆一把掀开我的被子，林月宁，你在群里胡说八道什么？看吧，我婆婆就是这么把我当一家人呢。
当着外人的面掀儿媳妇的被褥，厉害厉害！我指了指头顶上的2台监控，笑着跟二姑他们打招呼。大家是来参观我家的监控还是门框？随便转转，还有浴室门也得多看几眼，说不准哪天就让我婆婆拆了。毕竟我婆婆说了，一家人得坦诚相待。最后4个字我特地加重了语气，每一个字都是盯着我婆婆气得涨红的脸说的。我家大门没关，几个听到动静的邻居纷纷走入屋里，跟着二姑他们开始指指点点。跟年轻人住一起就要注意边界感，还要看人家儿媳妇睡觉洗澡。你们变态吧？我没有。我婆婆大喊一声，拉着我公公，老头子，你看你好妹妹带人来我们家闹事，还跟着林月宁这个贱人胡说八道。火冒三丈的三姑叉着腰，在我前面顶住战火。嫂子，你可别张口就骂人，你儿媳妇做错什么了？自己一把年纪了不知羞，还怪上儿媳妇了。赶紧把这监控拆了，把门也给装上，别让人以为我们老陆家出的全是老变态。经过我精心策划的闹剧结束后，方圆几里的人都听说了这对颠公颠婆，连10几年没联系过的老同学也会来一通电话问我公公，你真的偷看儿媳妇洗澡吗？神经病啊！谁偷看了？我公公恼羞成怒，把陶瓷碗摔到地上，指着我开喷，你这个不下蛋的母鸡，居然出去四处胡说八道，今天老子就替天行道，打死你这个该死的贱人！我反应很快，他抬手扑过来的一瞬间就躲闪了一下，然后卯足劲后的我公公直接面对着地板摔落下去，正捂着腰嗷嗷叫唤，疼死我了！老头子！我婆婆冲刺过去，顺带着推了我一把，林月宁，你这个长舌妇，居然敢打你亲公公！我举起手机对准他们，我打他了吗？别张口就来，我可拍着呢。可我公公婆婆对此并不退缩，反而更用力地对我拳打脚踢，2个人联起手来对付我一个，打不过了就用桌上的骨头砸到我身上。我婆婆朝我泼来一盆温热的汤，骂骂咧咧，死女人就是该死，祸害，当初就不该让我儿子娶你进门，1年了莫往家里拿半分钱，还一直花我儿子的钱，你有病啊！当初结婚的彩礼嫁妆全用在家庭支出了，我买的衣服首饰化妆品全是自己的钱，还有这房子每个月的贷款也都是我一个人还的，我每句话都是真的，可这2个老头死活不信，就打心眼里认为我是啃他们儿子的寄生虫。明明陆石川很清楚这件事，可他一进门听到这话，却是毫不犹豫给了我一巴掌。林月宁，我已经忍你很久了，你就这么看不起我吗？还趁我不在欺负我爸妈？你去看监控，看看到底谁欺负谁，我还不了解你吗？为了满足一己私欲，把我们面子都丢了。我每天出门都有人指指点点。陆石川气得不轻，哐哐拍桌子。林月宁，我不欠你的。我捂着刺痛的脸，反手挨了陆石川一巴掌。你不欠我，我就欠你了吗？我默默转身去了厨房，绑好头发后，把最锋利的一把菜刀抽了出来，然后慢慢走到他们面前，疯狂挥舞。你们一直逼我，是想跟我同归于尽吗？来啊，等我把你们全砍死了就去自首，大家一起死。在菜刀的威胁下，他们没有继续找我麻烦，而我也终于能去房间里收拾东西。其实我很早就把行李箱收拾好了，只是想给陆石川再一次机会而已。万一他会站在我这边呢？事实证明，一对不正常的父母不会养出一个正常的孩子。我向陆石川再一次提出了离婚，这次提前让林玉带人来陪我一起搬行李。临走前，我抽走了监控器的储存卡。老婆，我知道错了。陆石川熟练地跪在我面前，我不应该把工作上的压力转移给你。
我明明知道你已经付出很多了，却还是跟我爸妈一起伤害你。来不及了。陆石川。我甩开陆石川挽留的手。你爸妈对我有多过分你看在眼里，可你还动手打我。我会把视频拿给警方，要么你乖乖签字走城市，要么我会告你们一家家暴。林玉一直在安慰我，也帮我准备了新住处。要跟陆石川离婚的事情，我没有告诉我爸妈，当初他们本来就不同意我远嫁，现在闹成这样，告诉他们也是多添一份着急而已，没必要。对了，宁宁，我们工作室新员工已经正式入职了，你从中挑一个当你助理吧。看着一叠简历，我仔细看了每个新员工的资料资讯。当我看到最后一张的时候，瞬间愣住。阿玉，魏石魔他在这。林玉无奈摊了摊手。你要问我魏石魔宋旭白这个海归高材生要来我们小工作室实习，我想破脑袋也不理解。他轻轻戳了我一下。是不是？我就知道他对你旧情难忘。别胡说了，我还没离婚。我指了指宋旭白写的满满当当的简历。就他了。刚在工作室里见到宋旭白，他手里就提着我最常喝的咖啡，笑眯眯地看着我。你好啊，林总，我是你的助理，我记得你自己开了家公司。宋旭白，你这尊大佛委身到这里，图什么？他倒是毫不掩饰。图你。我们工作室作为电子设计行业里的新星，仅凭第一个专案就杀出重围，拿下了很多家大公司的合作机会，也可以开始考虑扩充规模的计划。周一开会的时候，门外传来各种嘈杂的声音，我婆婆的开喷声穿透玻璃传到我耳边。林月宁，你这个死女人，给我滚出来！你这个荡妇，背着我儿子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？离婚就离婚，凭什么分走我儿子那么多的财产？会议被迫终止。我走到办公室外，正好看到我婆婆拉着公司同事，你们千万不要跟林月宁那个贱人走得太近。这个女人私生活混乱，她婚内出轨，她殴打公婆。同事们不明所以，但都顺着我婆婆的话看向我这里。虽然没说话，可我从这些眼神里却察觉到了很多难听的声音。你确定吗，死老太婆？我快步走到我婆婆面前。你刚刚的话要是假的，我就可以去警察局里告你诽谤造谣，到时候可不止道歉赔钱这么简单了。你真想去牢里踩缝纫机是吗？我婆婆看我出现就不装了，拉着我就要往外走。石川被你蛊惑了，居然同意分你20万。你跟我走，去告诉法院你要净身出户。凭什么？就凭你没给我们陆家生个一儿半女，还不孝顺公婆。我婆婆用力拽着我。下一秒，宋旭白及时出现，挡在我身前。小伙子，你哪位啊？他林月宁是我儿媳妇，这是我们的家事，你可没资格管。宋旭白掰开我婆婆的手，把我护在身边，十分关切地问我，没事吧？我对着宋旭白摇了摇头。我婆婆就开始大喊，快来看啊，林月宁这当妇都把奸夫带到同一个地方上班了，谁是这里的老板啊？快把这个不要脸的女人开除了。趁着我婆婆发疯的功夫，我拍了段视频发给陆石川。你还管不管你妈了？真要我送橘子去？陆石川回得很快，我马上到。陆石川上班的公司离这里不远，我跟我婆婆吵架还没结束，他就到了，依旧被我婆婆一把拉住诉苦。儿子，妈早就说了林月宁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她把我们家弄得支离破碎，跑这里跟别的男人私会。陆石川，我们闹成这样的原因你最清楚，我也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，我从来就不欠你的。陆石川看着我，表情复杂，但还是把他妈从地上搀扶起来。我跟宁宁的婚姻是我们自己的事情，我一定会让宁宁原谅我的。
其他的你跟我爸别插手。哟，你都被洗脑到这个样子了。我婆婆拿起手机开始拍视频，一边哭一边喊，大家快来看娶到恶毒儿媳妇有多不幸。这个是我儿媳妇，在家十指不沾阳春水，我跟我家那口子当牛做马伺候她，一惹她不开心就会被她打打杀杀，现在还洗脑我儿子来忤逆我。公司保安要去抢她的手机，被我拦住。我婆婆这样死缠烂打的性格，抢手机一定会被她讹上。于是我转头告诉保安，报警。老婆，咱妈她已经有岁数了，不能去坐牢，我先带她离开，咱们的事情之后再说。陆石川迅速搂起他妈，在我婆婆骂骂咧咧的背景音下离开了这里。他们并不知道我就是工作室背后的老板。回到家了，还一直给我们总机打电话，要求他们把我给开除了。而陆石川也没有死心，一直给我打电话发消息，开口就是我们和好吧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爸妈以后不会再那么对你了。听完陆石川的话，我默默回了一句，不可能。陆石川沉默了很久，这是你逼我的。再听到那对颠公颠婆的消息，不是律师来通知我开庭的进度，而是林玉大半夜的拍响我家门。宁宁，你快上网看看，陆石川他妈在网上直播诉苦，当年我儿子跟林月宁谈恋爱，我们本来就不同意，耐不住儿子喜欢，砸锅卖铁也凑够了10万彩礼，我们卖掉了老家的房子和田地，才凑够给他们买房的首付。可是林月宁居然不同意让我们搬进去，后来他还到处造谣我们家人欺负他，还说他公公偷看他洗澡。老太婆在镜头前哭得声泪俱下，说到这里还停下来哭了很久。现在他还准备离婚后卷走我们家所有财产，要让我们无家可归。我去找他讲道理，还被他让人打出来了。本来大家就容易对陌生老人产生同情，再加上我婆婆精湛的表演，直播间的所有观众纷纷被带起了节奏。阿姨你别伤心，这样的恶毒儿媳妇才不值得你哭呢。把她的公司名字告诉我，我明天就带人去她公司闹，就不信她还有脸继续待下去。不能随便曝光别人的名字，她没素质莫家教，但我不能像她那样。话是这么说，但她特地趁着擦鼻涕的时候转身，露出身后我跟陆石川的结婚照。照片里陆石川的脸上贴了贴纸，而我的样子则是清晰地展示在镜头里。此时一条弹幕飘过，家人们，我找到这个恶女人的资讯了，我这就把她的身份证号发出来。神经病吧，这死老太婆，明明是他们家欠你说法，还有脸在网上这样胡说八道。林玉气得不轻，说着就要去联系打手。我摁住林玉，舆论都惹起来了，就算让他闭嘴也没用，还是找个靠谱的律师准备澄清吧。可我总觉得哪里不对，我公公婆婆2个电子白痴，连使用微信都费劲了，怎么会用短视频直播？第二天一早，我刚到公司楼下，就发现四处张贴着我的照片 P 成的丑照、遗照，还有人把道具假手寄到了工作室前台，附带字条：不尊重长辈的恶毒儿媳就该去死。这女的看着知性温柔，没想到居然是那个样子。她公公婆婆可真是可怜，毕生积蓄都用完了，却换来这样一个儿媳妇。诸如此类的议论钻进我耳朵里，给我烦的连续打了几通电话给律师。澄清稿到底写好了没？我还等着把他们告到法庭上。马上了，马上了，林小姐。主要是您给我传的监控视频还有其他证据太多，我要一步步整理。不过您放心，10分钟那绝对能搞定。还没等律师办完事的信号，前台小妹就先来电跟我说，有人要陷我。宋旭白挡在我办公室门口，那家人这么对你，我把他们处理掉，好吗？小助理，大总裁，
你别拿商业上的思维来处理家事，这边的事情我能搞定，你还是快回你的宋氏集团去吧。在宋旭白的注视下，我见到了陆石川，他一上来就指着宋旭白问我，你一定要跟我离婚是因为他吗？不是，如果你见我是为了这种无聊的事情，那还是先走吧。等等，陆石川伸手将我拉住，网上的舆论你也看到了，他们骂你骂得很难听。我笑着看了他一眼，所以呢，这不都是拜你爸妈所赐？陆石川向我投来认真严肃的眼神。老婆，只要你同意跟我回家，继续像以前一样过日子，那网上那些事情我就会帮你处理。什么意思？威胁我？我赶走了陆石川，并且要求公司保安不许再把他放上来，可还是避免不了我跟陆石川的见面，毕竟我们两个离婚手续还没办。老婆，你看你那份工作也没有什么好的，一个月最多不过3-4千块的工资，我给你就好了。我已经在楼下帮我爸妈租了套房子，以后再也没有人会打扰到我们俩的生活。陆石川自顾自说了一堆，而我反问了他一句，你真觉得我们俩离婚只有你爸妈的责任吗？我永远不会忘记陆石川在自己工作不顺心的时候找我发泄，更不会忘了他为了自己的好爹妈动手打我。而且，陆石川，是你让你妈上网直播造谣的吧？陆石川没有否认，而是笑着看我。老婆，我做了这么多就是为了挽回我们的婚姻，你一定能理解的。千万不要被其他野男人给骗了，只有我才是最适合你的。从我一进门就察觉到家里多装了一些新设备，也知道我那所谓消停的公公婆婆此时正躲在角落里偷看。一想到跟他们在一起生活时候的那种压抑，我就迫不及待想要脱离这段婚姻。上次我就已经说过了，要么我们和平离婚，要么我就会报警控诉你们家暴。我这话刚说完，我婆婆就怒骂着冲了出来，我儿子什么时候打过你了？还不是因为你嘴脏，你们之前没有边界感，屡次欺负我是事实。你不是一直希望我跟你儿子离婚吗？魏石魔真要离了，还跑网上去胡说八道。林月宁，说这么多没用，赶紧把东西搬回来，给我儿子生个大胖小子才实在。我点点头，看着他们3个人自信的样子，你们怎么这么确定舆论还按照你们控制的方向在走？陆石川最先反应过来，他问了我一句，什么意思？我把家里的备用钥匙交给了林玉，此时他收到我的信号，带着人闯了进来，而我把桌面上倒放着的手机转了过来。不好意思，我刚刚进来的时候一直都开着直播，你们这一家人真实的嘴脸早就已经被所有人看到了。对了，我也已经报警处理了，你们不仅涉及家暴，现在还多了造谣、诽谤还有威胁。恭喜你们呀，马上就要牢底坐穿了。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还是他们给我的启发。直播回应可比什么律师函有用多了，10分钟不到就洗清了我的嫌疑，还顺便吸了一波粉。宋旭白帮我安排了他公司里最精英的一支律师团队，很快就帮我把离婚手续办好。在我拿到离婚证的同一天，宋旭白为我准备了一场烟花秀。宁宁，我们俩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已经分开4年了，这些年我一直很后悔。得知你身边有了另一个人，我也选择祝福。既然前2年你所托非人，那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来弥补你的创伤？跟我在一起吧，林月宁，做我宋氏集团的女主人。陆石川他们一家3口各自获得了不同的刑期，最早出来的是我公公，只是放他出监狱不久，他就因为心肌梗塞又进了医院。当时医院没人联系，就把电话打到了我这里。什么陆雄峰，我可不认识，医院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呗。问我干什么？好像后来又联系了几个陆家的亲戚朋友，可上次我在群里闹了那一出戏之后，
他们几家的关系就淡了很多很多。就算是医院的来电，也没人愿意浪费时间多听一句。于是，在陆石川和他妈出狱的前几天，陆雄峰死了。这个时候的我跟宋旭白已经确定了关系，借助他的人脉，我能了解到他们两母子出狱后的一举一动。原本像个疯狗一样到处咬人的我前婆婆，在监狱里就饱受折磨，神志不清。即便是得知了她丈夫的死讯，也只会傻笑。那个死老太婆被送进精神病院了，好像是陆石川去办理的手续。林玉从工作室匆匆赶到宴会现场，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后，就开始拉着我转圈。我们宁宁可真漂亮，你一定是最漂亮的新娘子。身着订婚礼服，我刚化好妆，在休息室里休息。林玉帮着在外面招呼客人，空闲的时候给我发了一条新消息，听说陆石川给他妈送精神病院之后人就消失了，你快跟宋大总裁说一声，千万别让陆石川来你们订婚现场搞破坏。林玉的直觉一向很准，这次也不例外，只是他的消息来得晚了一些。此时此刻，陆石川正用刀架在我的脖子上，红着眼睛质问我，林月宁，你不爱我了吗？魏石魔要跟另外一个男人结婚，我们结婚那个时候，你是说过婚礼誓言的，要跟我不离不弃的。石川，你先冷静一下。我知道陆石川这个时候情绪非常不稳定，他本来就是一个极端自负的人，当初工作上有问题就开始各种敏感，现在刚出狱更是接近崩溃，所以我讲的每一句话都小心翼翼，一直在观察他的表情。石川，其实我还是最爱你，跟宋旭白结婚只是缓兵之计。宋旭白是特别有钱的总裁，他们家的钱可以让我们努力好几辈子，我牺牲自己跟他谈恋爱，还不都是为了把他们家的钱全都骗来给你吗？我看住陆石川，挤出了一点眼泪。石川，我为了你用心良苦，你现在居然拿刀架在我脖子上，我真的很伤心。果然，陆石川听完我说的话，就立马把刀给丢了，然后紧紧将我抱住。我就知道你不会背叛我。陆石川话音刚落，宋旭白就带人闯了进来，5秒时间内便将陆石川制服。宋旭白气得不轻，直接让手下把陆石川拉出去收拾一毒，然后才转身握住我的双手。宁宁，我刚刚说的话当然是骗他的。宋旭白点点头，我知道。10分钟后，礼堂乐声响起，属于我们的世纪婚礼正式开始。今天的时光书房之旅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。下一期我们会带着新的时光之书与你相遇，可能是关于老上海的弄堂故事，也可能是藏在经典名著里的岁月细节。记得常回来看看，时光书房永远在这里，陪你在文字里与时光温柔相拥。咱们下期见。